少爷您醒了，老奴以为您熬不过来了。水，还有水吗？只剩最后小半碗了，老奴给您留着呢。官兵呢？押咱们上岛的巡检官船昨天就走了。刘话说安分劳作，可申请通商许可，3个月内死活不论。这种海岛，要么降雨，要么打井，浅层地下水大概率是咸的。老奴打听过了，这岛上有处泉眼，但被一伙叫黑风寨的匪徒霸占了。他们人多势众，咱们还活着呢。爷几个还以为沈家这位病秧子少爷昨晚就切了。周头领，我们沈家初来乍到，还请你高抬贵手。哼，初来乍到，你们几十号人上岛，连声招呼都不打，当老子是摆设？岛上的泉眼是老子的，滩堤是老子的，所有能进嘴的东西都归老子管。你们要想活，把粮食全交出来，以后按月孝敬，老子赏你们几口淡水。全交出来，我们几十口人把粮食全给您，今晚就得饿死。那是你们的事儿，老子周莽在这岛上混了3年。这泉口滩涂能捕鱼的地方，全是我黑风寨的地盘。那你信不信，老子现在就让你们沈家从这岛上消失？您是打算细水长流，还是一次性搜刮干净？您把我们逼到绝路，我们拼命一搏，也能让您有所折损。小子，有点胆色。行，老子今天给你个面子，粮食交2/3。另外，你沈家得答应老子3个条件。您说，第一，未经我允许，沈家人不准靠近泉眼。第二，滩涂捕鱼排在我黑风寨后面。第三，每月月底上交30斤鱼竿或等价物资。前2条可以答应，第3条需要调整。我们刚上岛，连住的地方都没有，前2个月减5斤，2个月后恢复正常。少爷，您方才太冒险了，那周莽杀人不眨眼。我知道，但不冒险，我们今晚就得饿肚子。没有淡水，存粮见底，匪徒环伺，但对他来说，这不是绝境。海水淡化，滩涂长殖，简易土木，矿耳识别，这些刻在骨子里的东西，随便一样都能让我们活下去。沈伯，召集所有人，我要清点人手和物资。少爷，您要做什么？活下去，而且带着所有人一起活下去。沈家流放至此共计53人，60岁以上老人12，10岁以下孩童9，青壮男丁16，其余为妇孺。存粮粗粮约60斤。带着沈伯沿着岛礁走了一圈，确认了判断地表有任何淡水源，唯一的浅层泉眼在黑风寨营地那边，流量极小。少爷，要不老奴带人去跟周莽商量，每天多取点水回来。不行，那是他命脉，他不会松口。我们频繁去取水，只会让他觉得我们好欺负。海水淡化，太阳能蒸力，原理简单，材料和原理都不复杂。沈伯，我们还有帆布吗？沈家流放至此共计53人，60岁以上老人12，10岁以下孩童9，青壮男丁16，其余为妇孺。存粮粗粮约60斤。带着沈伯沿着岛礁走了一圈，确认了判断地表有任何淡水源，唯一的浅层泉眼在黑风寨营地那边，流量极小。沈伯，岛上有帆布吗？破的也行。官船是倒是有几张旧帆，官兵走的时候没拆，去找人拆下来，再找大陶锅、木桶、贝壳、碎石。少爷，这是做什么用的？少爷，老叔活了大半辈子，从没见过这种器物。您不会是被烧糊涂了吧？是啊，燕哥，咱们连水都喝不上了，您还在这儿搭棚子？再等1个时辰。是甜的，真的是淡水！老天爷，少爷，您这是怎么做到的？海怎么就能变成淡水了？少爷莫不是得了神仙传授？不是神仙，是我以前学过一些海边的法子。大家排好队，先紧着老人和孩子喝，每人限量，不能一次喝太多。都听燕哥哥的，老人和孩子先来，青壮最后，谁都不许抢。今晚加双岗，所有人不要单独行动。另外，把剩下的粮食分成5份，分别藏到不同地方。少爷，您是怕周莽能抢1次，就能抢第2次。
他今天答应和平共处，不是因为他讲信用，是因为他觉得我们翻出他的手掌心。哥哥，您喝口水歇一歇吧。清婉，物资登记的事交给你，每一笔都要记清楚。我已经在记了。燕哥哥，您今天搭的那个东西，我从未见过有人能那样取淡水，您是怎么会的？以前在外头走动，跟海边渔民学的，以后这种话少问，也别往外传。谁？老子改主意了，淡水、制盐、捕鱼，你会的这些全得交给老子，不交，今晚你们一个都别想活。您是来抢这架取水棚子的，沈家还有52口人，我随便交一个，他也能搭。4成，不能再多。行，4成都4成，但小子你记住，在这岛上，我周莽说一不二。燕哥哥，他还会来吗？暂时不会，但咱们要在他变卦之前，把能做的事全做了。第一组，沈博带8个青壮，负责搭建住处和防御围墙。第二组，今晚带5个识字的嫂子婶婶，管物资登记和做饭。燕哥，这地方水太浅，大船靠不了，能捕到什么？就是这儿了，把昨天搬来的石块、木桩全运下来。少爷，这到底是个啥？食物，潮水涨上来，鱼虾游进这片浅滩，潮水退下去，它们被石墙拦着，水走了，鱼留在坑里。你们快看，水里头！省着吃，加上盐腌干储存，够撑到下一轮潮汐。那咱们没有关盐，不做关盐，我改良一下，只做够咱们自己吃的。少爷，黑风寨又派人来了，说是周莽派来取水的。取水？沈少爷，这些鱼也是您抓的？水自己送上来的。看见了吗？他在数咱们有多少渔获。明天还会有人来，咱们时间不多了。今晚连夜搭棚，把渔获全部腌好，藏出山坳。今晚你带着识字的人，把这几天的物资账目全部誊写2份。今晚，咱们现有的盐还能用多久？不到5天了，剑哥哥。没盐不是吃不下的问题，我男人昨儿蹲久了，站起来都发晕。跟我去西边盐滩看看，这里有人晒过盐，但晒出来的东西不能吃。老奴上岛第2天就看见这片滩上有白霜，苦得没法入口。去把昨天清理出来的那些碎瓦片、木炭渣、细沙全部收集起来，再找几个浅口大陶盆，越大越平越好。太阳晒1天，晚上就能收第1茬。拔出烧过的黑炭，砸碎拌进木炭粉里。木炭吸附力强，能去掉海腥味和大部分苦味。怎么回事？沈少爷，我家头领吩咐了，这片的滩涂往后归我们黑风寨专用。头领说了，那片水底下有老多蛤蜊，从今儿起归我们了。你们沈家要赶海，往那边走。少爷，周莽这是存心的。存心就对了，说明他坐不住了。所有人先别管滩涂的事儿，全部到盐田这边来。不苦，真的不苦，比老奴在大陆集市上买的粗盐还干净。真的不苦，还有点甜味儿呢。少爷，您这手艺要是传出去，怕是连巡检司都得来求您。燕哥哥，盐的事记好了。另外，咱们这几天的渔获、淡水、柴火消耗我也都造了。做得很好。少爷，今天滩涂备战的事儿，您怎么打算？不急，周莽这是试探，等着吧。不出3天，他会派人来求我们换盐。快看，黑风寨的船又来了，不止1艘，3艘。沈家小子，听说你会制盐，你那个食物、那个取淡水的棚子全交出来。你想要制盐的法子，我可以跟您换。你有什么资格跟老子谈条件？您要我的法子，我要换3样东西。第一，那片浅滩赶海全还给我们；第二，往后黑风寨的人不准靠近我沈家营地30丈以内；第三，以后您寨子了也加供应。 3天后老子来取盐，要是拿不出货，你知道后果。少爷，您真要跟他做生意？不做生意就得打仗。今晚今天的账添一笔，把咱们每次给黑风寨的盐斤两换来的物资数量用油布包好，埋在食物底下。燕哥哥放心，我会记清楚每一个数。沈少爷，这是头领吩咐的，换您30斤细盐。今晚称30斤盐，记录在册。正生日，黑风寨以粗粮斗布1匹换细盐30斤。今晚，燕哥哥，这有什么不对吗？他说比官盐好，一个在海岛上躲了3年的匪徒。 哪来的正经官盐吃？就你一个毛都没长齐的小子，能搭出海水取淡的棚子来？能。周头领可以作证，我沈家上岛5天，淡水、细盐、渔获全部自给自足。制盐的法子交出来，每天再供我海协帮100斤淡水。别跟老子谈条件，
你谈不起。姓敖的，你吃独食。老子拿大头。你们商量怎么分我的东西，问过我的意思吗？你什么意思？制盐、取蛋、食无捕鱼，这3样法子全在我脑子里。你们就算把沈家所有人杀光了，只要我不开口，3元本事谁也拿不走。这个小子说的话虽然刺耳，但每一句都扎在痛处。每天50斤淡水，10斤细盐。30斤淡水，5斤细盐。成交。那我呢？我每月换多少？小子，你最好说话算话。每3天我派船来取货，拿不出东西，我可不管什么盟约不盟约。沈小子，你今天的胆子够大，老子佩服。但你记住，岛上这地方拳头大的说了算。明天呢？今天靠嘴皮子赢了。燕哥哥，都记好了从。今天起，除了日常消耗的物资之外，所有多余的东西全部入库封存。少爷，至少5、60人。所有人推进营地，青壮拿盾牌守前门，老弱进山腰地窖。今晚把盐罐砸了。燕哥哥，岛上的人，这里归海沙帮了。识相把东西全交出来。少爷，咱们守得住吗？少爷，咱们不打？不打，让他们先打。把石湖那边的鱼竿装进营地，火堆灭掉。咱们的人全部缩进围墙里面，不要出声，不要露头。老子今天不想跟你拼命，你让开！我只要岛上那姓沈的小子和他那些制盐的法子。你想抢，先问老子的刀答不答应？燕哥哥，他们什么时候能打完？打不完，周莽人多打不过，敖烈船多上不来，谁也体力耗尽了，自然会来找我们。姓周的，你先让你的人停下，老子跟你谈。谈什么？这岛上盐田、淡水、食物都是那姓沈小子搞出来的，不如咱们2家商量着分。那小子不好拿捏，得让他自己愿意干。沈家小子，出来说话！再躲着老子一把火把你破墙全烧了！就你一个毛都没长齐的小子，能搭出海水取蛋的棚子来？能。周头领可以作证，我沈家上岛5天，淡水、细盐、渔获全部自给自足。制盐的法子交出来，每天再供我海协帮100斤淡水。别跟老子谈条件，你谈不起。姓敖的，你吃独食。老子拿大头。你们商量怎么分我的东西，问过我的意思吗？你什么意思？制盐、取蛋、食无捕鱼，这3样法子全在我脑子里。你们就算把沈家所有人杀光了，只要我不开口，3元本事谁也拿不走。这个小子说的话虽然刺耳，但每一句都扎在痛处。每天50斤淡水，10斤细盐。30斤淡水，5斤细盐。成交。那我呢？我每月换多少？小子，你最好说话算话。每3天我派船来取货，拿不出东西，我可不管什么盟约不盟约。沈小子，你今天的胆子够大，老子佩服。但你记住，岛上这地方拳头大的说了算。明天呢？今天靠嘴皮子赢了。燕哥哥，都记好了。从今天起，除了日常消耗的物资之外，所有多余的东西全部入库封存。少爷，咱们接下来怎么办？今天谈下来的和平，最多维持1个月，所以咱们得在这1个月内做3件事：把营地、防御、存粮、人手全部提到能自保的程度。燕哥哥，你真的不怕吗？怕，但是怕也得往前走。我们身后53口人，退一步就是死。明天天亮之前，别让任何人出营地，有人在外面盯着我们。天亮之后，你带2个人去东岸那片礁石后面看看，是不是有新鲜的船体刮痕。少爷，是谁？黑沙旗、四方山横、巡检司周芒，还有今夜那艘无期小船。这岛上的水比他想象的要深得多。沈伯，你发现没有？这2天黑风寨的哨兵换得比以前勤了。老农也注意到了，往常一个哨位能蹲1整天，这2天半天就换人，换下来的脸色都不太好看，像是饿的。沈少爷，您找我？你来的正好，这槽子里头堵了，你把底下那块石头抠出来。沈少爷，没堵着东西啊。跑了这么多回腿，头一回有人给口吃。回去的路上小心，这2天风大。少爷，您这是？如果沈父回去能把这块鱼竿藏起来自己吃，如果他交上去给周莽，说明他还在忠心办事。
小的不是生来当匪的。3年前老家遭了水灾，就剩小的跟我娘。我娘腿脚不好，上岛以后周莽嫌她没用，不给分粮，小的只能出来跑腿换口吃的。沈父，如果我说你娘可以搬到沈家营子里来住，你愿不愿意过来干活？沈少爷，您说真的？能，小的能，小的替我娘给您磕头了。你回去给周莽递话，就说你娘病得厉害，来沈家营地讨口药，这事儿就算接过去了。他问什么都不要多说。沈少爷，他俩是小的在黑风寨里最信得过的兄弟，一个叫刘石头，一个叫王栓。他们想来。少爷，我们不是坏人，就是跟着周莽混口吃的。你们来了，能干活吗？能，什么活都能干。进了沈家营地守规矩，能做到？那谁不守规矩，您拿刀砍了我们都行。你们来了沈家营地就是一家人，往后吃饭干活都一样，不分彼此。但有一条规矩我要再讲一遍，咱们青椒岛上以后只靠劳动吃饭，不抢不偷不私斗，谁坏了规矩，第1次警告，第2次逐出营地，没有第3次。今天不讲4书5经，讲2条律法。第1条，大庸律户律盗贼篇，凡偷盗民间财物者。第2条，大庸律户律邻里篇，凡聚众械斗致人伤亡者，以伤人论处。少爷，周莽带了3伙人来，加起来快60个了。沈家小子，你给老子滚出来！燕哥哥，所有人都醒了，要不要把老人孩子送进山外地窖？先别动。沈伯，拿一面白布来。少爷，许白起，我一个人出去跟他们谈。周头领，人是我收的，但我可以给你一个更好的交代。我是想问问这些人，你们跟着周莽来攻打沈家营地，他承诺分你们什么？周头领连自己寨子的人都喂不饱，拿什么分给你们？老子不打了！我一家老小3天没吃上饱饭了。你沈少爷要是真的这么吃的，老子跟你走。沈少爷那啥，我们这些人走，您真收。收，但规矩跟沈父他们一样，守沈家的规矩，踏实干活，今晚给他们登记入册。今天周莽走了3天之内，他一定会趁着夜里来偷袭。你们3个人告诉我，周莽手底下现在还有多少人？谁最愿意给他卖命？还剩23个，里头有6个是他从大陆带上来的老兄弟，最听他的话就是咱们以前面那帮人，大多是不敢跑，怕他事后算账的。还有他那6个老兄弟，个个狠得很，手里都有家伙。你们能联系到那10几个不敢跑的吗？能，我弟还在里面呢。沈少爷，您是想办法透个消息给他们，后天夜里周莽要带人来打沈家营地。果然分了3路包抄。别动！别动！要杀就杀，老子不跪你！我不杀你，周头领，我给你2条路。第1条，你跟你的人留在岛上，以前的恩怨一笔勾销。第2条，你带着愿意跟你走的人，坐船去西北面块没人住的礁石岛。是走，我送您上船。第1条，把人带进营地安置，准备热饭热汤。沈公子，别来无恙啊！这才几天功夫，你这营地又大了2圈，厉害！苏掌柜来的正好，先进来喝碗粥。沈公子，苏某在海上跑了30年，头一回看到流放岛上商人自己立公账的，你这做法比好多大陆商铺还……苏掌柜，您这次来不只是路过吧？巡检司的通商凭证，年前申办的，统共管用1年。苏某跑苍茫海域这一片，有这张纸在，各岛都能停靠交易。连卖8文1斤，苏某卖到12文，还有可能海盗抢着要。苏掌柜，您要压多少？6文1斤，我全包。您现在跟我这样算。第1，我按8文1斤供货给您。第2，您把大陆那边的零售渠道告诉我，直接找分下的商户入台。成交。苏某船上就这么些存货了。铁骑过海确实查得严，带多了怕被巡检扣下。今晚开始登记，苏掌柜这边出。燕哥哥，铁骑按什么价值？铁锅一头作价120文，菜刀40文1把，
铁锹60文，斧头80文。这是交易凭证，一式2份。巡检司审查账时是随时可查验。沈公子，你这岛上管账的姑娘要是放到大陆去，大商户抢着要。这附近百里沿海域最麻烦的不是周莽那伙人，苏某上回提过的海沙帮敖烈，你心里有数没有？有所耳闻。敖烈在海上混了快10年，手下3艘大战船、7、8条快船，总人数不下200。近海商船10艘里他劫3艘。你这个岛现在离大陆太远，巡检时水师3个月才来一次，中间这段空档，你们只能靠自己。多谢苏掌柜提醒，让工匠今天别停，把西侧围墙再加高1尺。另外，把咱们新收的那些人，年轻力壮的挑出来，编进护岛队。今天下午开始练刑。练阵型？咱们就一些木棍使使的，练什么阵型？又碰上硬石头了。沈博，清开周围。少爷，这坑挖多深了？2尺出头，再往下没敢挖，怕破坏矿脉，把坑盖住。今天所有看见这块石头的人全部叫过来，我有话跟他们说。今天挖出来的这个东西，谁都不准往外传，但凡传出去1个字，咱们青椒岛就完了。这是铁矿石，咱们岛上有铁矿，铁矿意味着什么？我们可以自己冶铁，打造农具、修船钉、防御器械。一个流放岛上出现铁矿，被巡检司知道会是什么结果？少爷，您的意思是？对外保密，矿脉位置划定禁区，只有我们今晚在座的人知道。开采只在夜里进行，铁路建在山坳最里面，用树木掩蔽。出铁以后只打农具和防御最稳。今天晚开始跟着我干。少爷，老奴挑6个人。散了吧，该干嘛干嘛去，明天一切照常。从今天开始，这块区域划为禁区，没有我亲口发话，任何人进入，谁走漏了风声，我沈岩第一个找他算账。沈博，带3个身穿强力壮的，今夜开始挖矿，不求快，稳就行。挖出来的矿石堆在树林最深处的隐蔽石缝里，等积攒到一定量再说冶铁的事。沈公子，你要的人苏某带来了，3个铁匠，2个木匠，都是在沿海渔村混不下去的。苏某没收他们船钱，算送你的见面礼。俺姓马，叫马大柱，打铁打了25年。这2个听苏掌柜说这儿有活干，都是3时来试试。今晚记名入册。俺在渔村饿了2天没舍得买米，上船的时候兜里只剩7文钱。苏掌柜不收船钱，沈公子你2话不说就管饭，俺老马这条命我好好给你。马师傅，我岛上有些铁活想请你干。天就有了，今晚你们先歇着，明天早上我领你们去看地方。沈公子，这是铁矿石，你在哪儿找到的？就在附近。马师傅，你能冶铁吗？俺老马打了25年铁，从炼毛铁到打菜刀全干过。这块矿石低，起码5成平原出铁。你给俺搭个炉子，5天之内俺给你出第1炉铁。不用太讲究，土坯垒个高炉，底下1米深的风道，顶上留出烟口，旁边搭个鼓风用的风箱就行。木炭和矿石分层填进去，烧上3天3夜就能出铁水。沈公子，得烧2天2夜，您放心，只要炭不断，风不停，第1炉铁出来肯定能用。沈公子，你们这是盖了座镇子，路都铺了。苏掌柜，这批盐囤了300斤，鱼竿200斤，虾酱20坛，您看看怎么走？沈公子，你这工匠区也建好了？收了几个人，帮岛上打些农具。沈公子，苏某在大陆沿海见过不少镇子，有些还不如你这个落成半个月的流放岛整齐。苏掌柜，您这2天在海上跑，有没有见到什么异常的船？异常的船？你指什么？没有挂旗帜的，船速特别快，船身窄长的。没注意，怎么了？没什么，您路上小心。
少爷，东边教室后面的值夜人看见的有3艘快船贴着岛外侧绕过去了，挂黑纱旗，船头没有人影，桅杆上吊着人，像是在观察咱们的村落布局。从今天开始，这块区域划为禁区，没有我亲口发话，任何人不得进入。开始在天黑之后进行，天亮之前必须用树枝和浮土把矿坑盖好。沈博，带3个身强力壮的今夜开始挖矿，不求快，稳就行。挖出来的矿石堆在树林最深处的隐蔽石缝。青椒岛需要铁匠、木匠、石匠，只要是走投无路的工匠。苏掌柜帮忙传个话，只要能到青椒岛，我沈燕全收。成了，纯度高，比俺在大陆上炼的矿石还干净。沈公子，你这矿脉了不得，出铁率少说60%往上。马师傅，这个液铁的法子能不能再改良？现在烧一炉要2天2夜，太慢了。能不能把炉膛加高，风道从侧面改成底下，让火烧得更均匀？妙啊！以前俺们都是侧边进风，火苗往上走，矿石堆得厚了，底下的烧不透，要整个炉膛都能烧透。沈公子，您这主意俺跟人学了大半辈子都没想出来。耐火泥加碎陶片，比例3:1，拌透了抹在炉底和炉壁上，晾干3天再用。炉笼加高1尺，出铁槽挖深2寸。马师傅，你按这个别搭，搭好了让沈博来叫我。矿坑每天只采2个时辰，天一擦黑就停。采出来的矿石当场打碎装筐，部队在坑边过夜。每天收工前把坑口用树枝盖死，不留痕迹。好。沈少爷，咱们家伙够吗？50个人才4根铁矛头，剩下全是木棍和石头。沈公子放心，新炉子明天点火，3天出1炉铁。俺老马熬2个通宵，先给护岛队打20个矛头出来。少爷，海面中来船了，8艘挂黑纱旗的。清完，带他们都躲起来，所有物资全部锁进货柜里，铁器不准留在外面。沈博，守在围墙内侧，不要出去。马师傅，你带着东西都收起来，不要让别人看到。沈清婉，沈家小子，这半个月你倒是把岛修得挺好看。敖头领笑着不错哦。我今天带了船和人，哼，你岛上这点石墙木棍塞牙缝都不够。小子，识相的话，把你这岛上的东西全交出来，我心情好，可以饶你们沈家一条出路。敖头主，我岛上的人不分男女老幼，加起来100多口。你今天要什么都可以谈，但你若要动我的人，休想！我家头领说了，今晚先不动你们，但该看的他都看见了，该数的也都数清了。3天之后，头领要一个答复，交还是不交？答复不到，到时候来的就不是8艘船了。没走，他们扎在咱们家门口了。少爷，他们就走了。这是围困不进攻，但堵着所有航道，看我们能耗多久。3天，少爷，3天后怎么办？给3个方向的近海航道，只剩西侧10户那边水深太浅，大船过不来。苏淮安的商船短期内靠不了岸，咱们被拒绝外援。马师傅，铁匠组接下来3天全力打矛头建立，其他的暂时停下。好。刘师傅、陈师傅，船做结实点，3天内至少改完3艘。没问题。沈博，护岛队从今天开始练阵型和射箭，已经赶了一批木剑与盾牌。张大壮，你带3个水性最好的去探一下对面的情况。沈少爷您放心。物资盘完了没有？上面每一笔记录的清清楚楚，省着吃至少撑半个月。铁器呢？现有赶了一批东西，连新一炉赶一批吗？够了，今晚你带着所有人把东西也搬进去，外面打起来的时候你不准出来，地窖门从里面关好。我知道了，燕哥哥你小心。少爷，是个过路的渔民，说他在海上漂了3天，船漏水了，想借个地方修船讨口水喝。看见了吗？那是斥候。老农业船漏就这漏得夸张，可补船的时候手法比年轻后受审还快，根本不像是惊慌失措的样子。老烈等不了3天，他
他今晚就要我们的。2个侦察兵，他们把咱们西侧的海岸线摸了一遍，不出意外，今天夜里会来摸北面。是头领派来的，说天亮前要摸清岛上人力和粮靠位置。还有呢？还说联络了另外其他人，北边的浪里江后天晚上3路人马合围青礁岛，约好的信号是3长2短的傲角。消息确认了，激活人后天夜里合围青礁岛。沈公子，跟打不也得打，俺老马的铁炉不能白烧。俺们跑不了，那就拼呗！让灶房今晚提前开饭，所有人吃饱，天黑以后所有人进地窖，通知他们每人领3根，一些工具全部装赶。今晚不睡觉，等着。都听见了吧？3伙人连耗子都吹不到一块儿去，上了岸更是一盘散沙。少爷，东边先动了。熬猎的小船放下来了，7、8条往这边划。弓箭手准备，等他们船头触杀再放箭，射远了一根都伤不着人。放！他们到墙根了！墙杆顶上，别让翻墙！退潮了！北边怎么样了？北边还没有动静，浪里礁的船好像没过来。南边呢？他们绕西边了，从石湖外围那条水道钻过来的。张大壮，带你的小队从营地后头绕到西边去，快，别让他们从石湖翻进营地。剩下的人守好东边边墙根，不许放一个人翻进来。别动，站着别动，等潮水回来，你们自然能退。少爷，顶不住了，墙要塌了！快，去灶房把那半缸废油端来！退后，都退后！老子睁不开眼了！收兵！少爷，咱们守住了！打赢了，打赢了！洗洗就行。物资损失大不大？弓箭消耗最大，废油用掉了半缸，人伤3个，都是翻墙时被石墙蹭破皮的，不算重。够了，比我想的好太多。沈少爷，过了那道黑礁了，前面没暗礁了，加2把劲儿，能快不少。我是青礁岛过来的，有要事跟岛上主事的人商量。青礁岛就是那个最近做出戏言的岛。敖烈率3伙人围攻青礁岛的事，你们听说了吗？听说了，昨烈日号角上，我们岛上的人一宿没敢睡。敖烈没有攻下来，但他封锁了青礁岛所有航道。我今天来是想问各位，他攻完青礁岛，下一个会是谁？干了，反正再被抢下去也没活路了，跟你们青礁岛绑一块儿，好歹有口闲言吃。我们洛星礁穷得连海匪都不稀罕来抢，你们青礁岛跟我们结盟图啥？图你的少尉？你站上去能看见多远的南面海边？公子，我们这岛上的人3年没吃过盐了。
少爷，成了，成了。小苍友和洛星娇都愿意联防，小苍友出些人，洛星娇也一样，随时可以过来帮忙。另外，以后预警信号统一用我们的白天几面红旗，夜里支几堆火。他分兵去堵南北两座岛，中间就空出来了。我们偏不往他堵的方向走。明天我亲自带人去洛星礁运一批盐过去，走最西边的深水区绕过去。他根本没想到我们会走深水。沈公子，这些东西你们守好南面的哨位就行。看到任何海船队往北走，立刻升旗。只要你们信号不断，青礁岛物资就不会断。少爷，好消息，坏消息。好消息，小苍妖那边传来信号了，浪里礁的撤了，往北走了。坏消息是，熬炼今天白天派了几艘快船靠近咱们东侧滩涂。对了，明天让小沧州和洛星礁再派人过来一趟，跟他们都先说好，下次熬来了，南北两座岛上的人不用急着往青礁岛撤。那往哪儿撤？往他们各自的岛后面撤。敖烈分兵去堵南北两座岛的时候，咱们从中间穿过去打他的后方。他顾前就顾不了后。少爷，您这是要反过来夹击敖烈？现在还不确定，但有一条是确定的，他跟浪里礁和鬼面纱的合作已经裂了。少爷，师爷，东面还没有移动，敖烈的船队在移动，既全动起来了，不是进攻阵型，是分散了。2艘往北，2艘往南，2艘留在原地。南北2条航道全部被堵，只剩西边深水区那条最长最绕路还通着。少爷，那怎么办？沈伯，明天一早你带几个人伪装成渔民，走深水区去小沧州和洛星妖。那敖烈要是先攻南还是北呢？那让他攻。北边小沧岛有礁石屏障。南边洛星礁最高处是天然堡垒，都不好打。他真要攻，至少要花几天。这几天，青礁岛的人就可以从中间插过去，把他留在原地的船全部拖进浅滩困住。他分兵去堵南北2座岛，中间就空出来了。我们偏不往他堵的方向走。明天我亲自带人去洛星礁运一批盐过去，走最西边的深水区绕过去。他根本没想到我们会走深水。不管南边北边打得多凶，不要参战。送完信立刻原路返回。北边不会先动了，敖烈烈攻小沧岛。打哪边？北边，但那洛星礁一定也有船，他把船分兵2路。北面有船，南面也有。敖烈主力在北边打小苍友，南边有船是佯攻，逼我们分兵。如果我们全去救北边，南边有艘船就会直接冲上岸；如果我们分兵两边都救，中间有船就会抄后路。那怎么办？南面有艘船是佯攻，但佯攻也得做样子。洛星礁的地形我知道，南面全是浅滩和礁石，船靠不了，他们自己能守住。我们不需要往南派兵，敖烈的主力去打小沧岛了。成了，别动，船底卡住了，再动翻了淹了你们！老老实待着，潮水涨上来自己浮起来，我们不伤人。北面撑不住了，得去救人，但营地需要防守。南面的杨宽随时可能能变真打。沈清婉，你把物资柜打开，把所有弓券分给灶房和作坊里的人，能拿得动的也发一把。有人冲进营地就砸，别怕。他们把岛上的人抓住了，再问物资藏在哪儿，等他们搜够了回船上，半路上接他们。打，只救人不伤人。跑，往青礁岛方向跑。咱们的人伤了几个，都是轻伤，艾草和干姜已经敷上了。小沧岛救回来的人有些人，还有的留在他的岛上没被抓住。北边那些人都撤了，火把灭了，船也推到外海了。少爷，
北边小苍肉打成那样，咱们只折一个人，留空道给他打。他们提前把所有转移到岛后宣射洞里。今天打这一仗也是告诉敖烈三岛联防不是说着玩的。他打着打着撤了。少爷，敖烈撤兵不是为了跑，他是去搬救兵。他往南走，那是巡检水师巡航的必经路线。敖烈在海上混了快10年，手里不可能没有贿赂沿岸官吏的门道。少爷，出事儿了！浅滩上卡着那几艘船，跑了个人。怎么回事？值夜的后生打个盹儿，船上有一个潮水涨高了1截的时候跳进水里游出了，天亮才发现少了一个，顺着水迹追到西边那片礁石区就没影了，人已经跑远了。那人是什么时候跑的？估摸着是3更前后，潮水涨起来那阵。3更跑的，游到外海至少1日晨，天亮前消息能到敖烈手里。现在已经是上午了，青礁岛西侧守备空虚，从那边翻墙进来最省力。少爷，那咱们赶紧把西墙加高啊！不加，取一半出来，把尖头磨钝一点，不用太锋利，斜着插在第3层坑底的木板上，人踩上去扎脚，但不伤命，跑不动就行。明白了，俺这就去磨。敖头领，您带的人全踩进坑里了，就剩您跟您身边那几个弟兄，三面包围，后面是海。你要是愿意的，让青礁岛踏踏实干活过日子，我就收；你要是愿意，天亮之后少让开，我放你路。您带着愿意跟您走的人回船上去。你放我走？放，但是只有这一次。谢姐姐。行了行了，都别嚎了，跟丢人现似的。但是这批崽子愿意留的你留着吧，我以后不带他们了，省得送死。我不留。小子，你岛上的粥比老子船上煮的好喝。盐放的足。少爷，真放他走，他回去还会带人来。他说手底下兄弟有一袋栽在了坑里，关在了棚里，留下的全是有用的人。他回海上只剩一条破船，那几个商人，浪里蛟和鬼面纱，谁撼得起他？什么事儿？不是海匪的船，那旗子老奴没见过。那是海商联盟的信旗。苏掌柜上回提过，远海那些持证通商的大商户联合起来搞了一个商会，统一信旗就是白底黑圆环。在下陈守义，原海商联盟苍茫分舵主事，阁下就是青礁岛沈燕沈公子。正是，陈主事远道而来，请先入内喝碗热茶。可以谈，可以谈，但青礁岛不替任何人打仗，讲规矩的人同上。联盟想跟青礁岛做个约定，往后海商联盟的通过苍茫海域一段时间，联盟按月支付所有的物品都可以折算。另外，联盟想请青礁岛出面调顶，在苍井海块互不侵扰的航区，海委、海商、守岛百姓各走各的道，三方互不越界。好，3个问题我一并回答。第一，巡检4边联盟有门路，下个月就可以帮把青礁通商资格办下来。第二，海匪那边联盟会派人去谈，开出一个让3方都能接受的分区方案。第三，联盟里头确实有人跟敖烈有旧交，但正因为如此，联盟才更想把这条航道管起来。那材料里面夹了别人的诬告信，巡检司分得清哪份是咱们的，哪份是假的吗？这是我在沿海码头劫到的，延安管苍棉户籍的刘主收了敖烈300两银子，替他拟了一封告状信，送进巡检司了。这封信已经进了巡检司的案底了。我劫到的是副本，正本3天前就送到了，李巡检那边还压着没批。但这种告状压在案越久，对青礁岛越不利。多先跑了一趟。苏掌柜，你帮我带一封信去巡检司驻地，直接交到李巡检本人手里。另外，帮我打听2件事：陆4背后还有没有更大的官，以及这笔贿赂走的是谁的门路？有人往巡司告了咱们一状，说咱们私造贴器，聚众割据。下个月船带船来巡航的时候会当面对提，有信的，有账册的，有人证的，全都准备好。私造贴器，俺们打的那些菜刀短锹全在我账册上登记了，哪一件也没流出岛外。告状的人他妈的是瞎子！他看得清清楚楚，正因为清楚才要倒打一耙，所以我们要比他们准备的更周全。沈伯，
防御这边从明天开始进入北阶段，辽墙再加1尺，台加一层木板，渔船上所有斜挡板重新检查一遍。马师傅，铁匠组器械分开2个仓分放，所有铁器的出库领用记录全部更新。那心里有数了。工匠组把所有的工记录理一遍，哪天盖了哪间棚子，用了多少木材，谁经的手，全部写清楚。燕哥哥，账册全整理完了，装了几个匣子，一匣全货站等巡检司来查，一匣藏山坳石缝里备用，第3匣我缝了油布包随身带着。好，青婉，你怕不怕下个月来人查？不怕，我记得每一笔账都是真的。少爷，水师来了也不怕了，咱们这墙比熬炼那回砸的段结实了3倍。沈伯，派人再去小沧州和洛星礁各走一趟，把下月可能来人的消息提前告诉他们。如果巡检司的人来了，要问3岛联防的事儿，让他们照实说就行。3岛互助，共享住，共享预警，不藏不瞒。我带人在营门列队，马师傅把铁匠炉火托全部吸压灭，灶房烟火吸干净。起来了吧，本官来苍苗群岛寻豪峰关于青礁岛的报函，索性提前几天过来实地管事。人流放沈家庄沈燕负责岛上所有事务。报着什么？青礁岛全部账册、盐粮出入账、物资储备、人口户籍册、商税存值，从登岛第1天起至今，每一笔记录都在里面。你岛上这些流民登记入册的有多少？有很多，其中沈家本族几10人，后来收容的流民一些，全部造册登记，户籍住址、来岛时间一概清楚。清婉，这字儿是你写的？回大人，是民女写的。你是沈家什么人？沈家旁支，沈燕的堂妹。岛上物资账目、人口登记都由民女经手。说吧，你岛上哪些事儿是真的，哪些告状是假的，从头说清楚。登岛第1天，水咸土易，我们先搭了蒸撩器解决饮水，就是窗外那批。缺盐就改良了晒法，缺铁就找了矿脉土法冶铁，这些是产出记录。流民来了就按劳力分工，黑风寨归附时也签了同状，都在这些册子里。你封告状说你私造铁器，你岛上铁器有到何处？铁器全在账册册第2笔47页起，现有铁头头84铁菜2把，铁锹15把，斧头顶钉钉300余枚，其中防御器械全部锁在铁器控住，每件出处需要训完归还登记，农具和炊具分发给各户使用，无一流出岛脉。大人若不信，可以当场清点。人口安置、盐田产量、通商渠道、缴税记录都在这儿了。从4方商行第1次交易到海商联盟协议签订，每一次交易的时间、货物数量、折算价、约定缴税日期全部白纸黑字。
实物跟账册对上了，一件不差。告状信上说你在岛上修寨，很抗拒官府，本着官史理念建立铠甲呢，有没有？石墙旗尖高，瞭望台幕大，而是不设局，城马大的堡垒。反倒你这账册做得干净利落。本官看了17年案卷，流放地能把税款存根按月份排列，按月加盖交易方齐奉章的，你是头一个。刘主簿那边，本官已经叫人去查了，他不止办了这一桩脏事，流放的案子他都在里面动了手脚。你送来的那封密信跟本官掌握的线索对得上，证据链已经闭环了，刘主簿已经收押待审。大人，少爷，东面外海，熬猎船冲过来了，4条船全部挂着黑纱旗，排成一列纵队冲咱们滩涂来了。道队上船，几艘快船从西侧包后，只是射不射人，断其桨叶。别让他往南跑！别动！大人说了，俘获为主。你就是敖烈？呸！我栽了，要杀要剐随便。近3年沧海域劫掠商俸记录全在此，够你吃10几年牢饭了。带走吧。小子，你别得意。官这趟原先只打算查账，没料少来早半天，还能顺手收海规范，证据确凿。本官回驻地后，向苍毛郡府陈道兴业整顿远海商道，配合水师有功，当从宽办理流放文牒，允许正式通商。你这岛往后好好经营，把学堂、医馆、通商道理顺了，苍茫远海秩序靠的不止水师战船，还要靠这样踏踏实建起来的地方。李大人走了，敖烈押回去了。近海短期内不会有大规模海匪来犯了。接下来几个月，造房再扩一间，学堂改双班，医院药材柜填满，货站旁修通商馆，盐继续晒，铁继续打。燕哥哥，李大人说的时候的朝廷奏折会有什么结果？不知道，朝廷认可建岛功绩，放宽远海通商限制，青礁岛正式挂牌做通商口岸。请问阁下是？沈燕，药材收到了，盐在货站，请随我来。燕哥哥，今天来的船比上个月全月都多，货站的账册又得换新信子了。青礁岛正式挂牌为通商口岸，盐、鱼、铁器3类货物允许持证出港交易。流放审视长房的罪级暂时保留，但免除了劳役，可在岛上自由居住经营。青礁岛从最初几十口流放罪犯的临时营地，变成了一座常住人口超过100的通商小镇。主路两侧大大小小铺子开了10几家，每家铺早朝铺的门口都挂着沈清婉统一发的编号木牌。燕哥哥，有人找你。这封信，当年参奏沈家祖父的那份证据是伪造的，背后操纵的人涉及一场与远海各群岛利益输送有关的朝堂博弈。沈家祖父是替真正的幕后人物背了黑锅。青礁岛通商口岸获批的消息已经在京城传开了，那位大人盯上了这座岛，已在暗中布子。沈公子若想保全岛上基业，务必尽早摸清当年全案的所有涉案关节，找到那份伪造证据原件。燕哥哥，你还记得沈家当年是怎么获罪的？信里写的正是这件事。当年参奏祖父的那份证据是伪造的，背后涉及朝堂博弈，祖父是替人背了黑锅。京城那封信里写的每一个字儿，我都已经记在了脑子里。信烧了，内容还在。